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入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要上产业班，然后钢铁产业的第2集，什么呢？就是讲到不锈钢业。OK，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下图卡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就是我们之前呢曾经介绍过不锈钢的平板钢产业，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跟大家讲过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不锈钢产业的部分。那首先介绍不锈钢产业的部分呢，就要看一下全球的部分。那我们再看全球的部分呢，我这边用一个数据跟大家讲，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有讲过，2001年大陆加入了 WTO。那我们看这边有个2002年的数字哈，那时候全球不锈钢前5大粗钢的产量哈，排名的话，第1名是欧洲，它的市占大概42%，然后台湾的部分占到第5名。可是20年过去了，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情况。到了2021年的统计数据呢，中国的那个整个在不锈钢的部分，它已经占全球的产量55%，已经变成全球第1名了。那台湾的部分当然是一直往后移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在钢铁业这个产业，不论是平板钢或是不锈钢这个地方呢，经过了20年之后，整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变成全球不锈钢的第1位的部分。那也就是说，它主导的整个市场的供需跟价格。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呢，那既然它主导了整个全球的市场跟价格，那对于中国大陆市场的内需市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首先我把从2020年每季的数字一到2022年这边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它国内都是供过于求。你看，以它的生产量来讲，以2022年的第2季来讲是834万吨，可是它的消费量只有691万吨，所以说它多出来部分要怎样？出口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出口比例随着它的产量不断增加，是不是往上走？那也就是代表说，我们跟中国大陆在出口这个地方，还包括不止我们，还全球这个地方都是一个相对的竞争。但是因为中国大陆它本身的市占就超过了1半，所以它有主导价格的能力。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整个不锈钢产业呢，它跟我们之前介绍的就是所谓的碳钢产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不锈钢产业它在它的原料之中投入了所谓的镍跟铬这些原料，那使得就是做出来的钢材呢，它具有一些就是耐腐蚀性，那同时它外表又光亮卫生，所以广泛就是为很多就是比如说家庭用的钢材这些消费性的钢材这个地方普遍的使用。但是因为它加入了所谓镍铬等原料，所以它的售价会比碳钢来得高。那同时呢，又最主要的它一个主要的原料镍这个地方呢，它的价格呢波动非常的大，然后导致于不锈钢的价格常常受到国际上的波动。那同样的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不锈钢的业者的获利波动情况会比我们原先介绍碳钢的产业要来得高一点。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不锈钢用途。那大家还记得吗？前一阵子报纸上是不是在1-2年前一直吵就是说我们带的便当好像有毒啊，什么一大堆。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以最安全来讲的话，就是300系的不锈钢。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便当盒它不是300系做的，那所以在加温的高热当中，然后大家就会说可能会放出毒素。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管200系、300系或400系，它最主要的原料就是说，它在加入镍、铬这些原料的时候，它的比重会不同。那比重会不同的话，会造成不同的功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以整个图片来看的话，它的不锈钢用途这么多，那其实是以300系它的范围最为广用。那比较低阶的话是在200系这个地方那接下去是400系这个地方。好，那大家知道这个基本的部分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不锈钢的系列介绍。那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它掺原料的比重不同，所以造成说它的品质会不同。那以我们常讲的300系为主，为什么大家说我们带便当的时候要去看那个便当盒是不是304啊或300系系列？大家可以看到在镍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在200、300、400的话，镍的比重相对比较高。那一般呢，当然它会有一点波动，但是我们大概就把它抓8%左右。那这样子做出来的就是300系，所以我们最常看
最常使用、最常看到就是300系，它的镍含量相对来讲的话是这些比重最高的。那很简单的讲，300系的价格一定比较贵嘛，那所以比较贵，所以当你买比较便宜的东西的话，那它可能就是假装是300系的，可是实际上是200系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传出有这样新闻，说有一些不肖业者假装就是说它的品质是符合标准，所以有一阵子我们在买便当的过程中，大家就会特别去注意，就是说跟吃有关系的东西，你的不锈钢是不是在300系以上。好，那接下去我们讲完不锈钢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不锈钢的价格走势，我们就可以发现呢，不锈钢原料里面最重要的，刚刚我们已经讲比重最高的8%的镍嘛，那同样的镍的价格也相对比较高一点，所以呢，导致整个300系的产品来讲的话，那它的那个就是说镍占的原料成本就会相对比较高一点。好，那200系这个地方就具有成本的优势。好，那400系这个地方呢，它虽然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它的抗锈的那个程度不如300系，所以说整个在挑不锈钢的品质里面，大家还是习惯用300系的。好，那讲完了以后，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说前一阵子的新闻有说镍叫妖镍，为什么叫妖镍呢？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镍的价格呢，它就是说不断的往上高，然后创了一个相对的高价，而且是在短期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们看一下，就是镍的生产国，第一名是印尼，第二名是菲律宾，第三名是俄罗斯。那整个俄罗斯占整个全球的产量比是1%左右。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目前还在进行的那个俄乌战争之中，大家想想看，战争一发生的话，那你的生产量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你运输出来的话，也会受到一个影响。所以那时候在2022年那一阵，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战争的引起，所以造成镍的价格不断的往上去做一个攀升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在刚开始价格往上走的过程中，不锈钢当然是可以跟镍价一起走，因为它是成本推动。可是到了消费者无法接受的时候，那价格自然会从高档去做一个回落的动作。好，那接下去我们讲了整个全球最重要的中国大陆市场以外，我们来看看台湾的不锈钢，大家还记得吗？刚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台湾的不锈钢还在第5名。可是现在台湾的不锈钢产业的现况呢？随着大陆和一些国家不断的增长它的就是增量它的不锈钢，可是台湾的部分呢，从2014年到2020年，你可以看到台湾的产量来讲的话，它其实没有做很明显的大幅增加，甚至有小幅的萎缩。那占整个全球的产量来讲的话，也是维持在2%到3%。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台湾的不锈钢产业相较全球的不锈钢产业的话，它占的分量是相对比较小的哈。那所以说它台湾的不锈钢市场是个浅碟的市场。那大多数的不锈钢的产品呢，需要出口去化。那我们刚才也讲过，大陆本身也是供过于求，所以我们出口的是不是要就跟大陆做一个竞争呢？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了。然后接下去呢，台湾的不锈钢的消费量大概就是很平均的，大概50到100万吨之间波动。然后再像看我们的产量和我们的消费量，几乎就是说多一点点，然后多出来就是做外销的部分。好，那这个地方我如果讲到这边，大家可能头晕脑胀，但是这个我们留在我们今天是初级班，我们留在中级班再慢慢跟大家讲比较仔细。那我这边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说跟我们碳钢不同的地方，就是说碳钢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我跟大家介绍它有分作平板钢跟长条钢这部分。那在不锈钢也是一样，它分作平板跟长条钢。可是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在碳钢的部分，它的主力生产是中钢，所以是以高炉厂做生产。可是呢，在不锈钢产业这个地方呢，它国内最主要的生产者，除了中钢是用高炉，那其他的厂商包括了所谓的叶联还有包括了华兴，还有包括了唐龙这些业者，它都是用所谓的电炉生产。那当然还有一个叫龙钢，它是生产特殊钢，那它的电炉又比一般的电炉业者又小了一点所以这样比较起来，大家可以发现，第一个投入的原料碳钢跟不锈钢不一样。那不锈钢这个地方多了所谓的
所谓的镍，还有那个铬、锰这些产品。那一样是两个都一样的是说在这个地方它会丢进一些废铁的部分，然后可以去做所谓的平板系列，也可以作为长条的系列。那当然就也可以做一些细分，就是热压、冷压。那详细的部分，我们中级班再做一个介绍。好，那我们知道了上游原料的部分，还有中间生产原料的生产制造商的部分。那下游呢？下游不锈钢电子。不锈钢产业这个地方就供给了所谓的电子啊、电气工程、营造啊，还有运输啊、金属制品等。好，那大家就约略了解了。好，这个是基本面的部分。那接下去我们来看台湾不锈钢技术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刚刚已经有跟各位介绍过了。那台湾最大的不锈钢业者就是叶联啊，你说是叶联？可是叶联股价怎么那么惨呢？叶联本身就是目前挂在新贵，你可以发现它上新贵就几乎就是最高价格，然后接下来就1D、2D、3D、4D， 好，然后一直到就是这一次原物料暴涨，就是受了乌俄战争，还有就是整个运输成本上升，它呈现一个向上喷出。但是大家有没有记得我在技术面有教大家，就是2高的位置就是末跌高。那纯粹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它等于是假突破，它过了末跌高，立刻又长黑拉回，又跌下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来看，纯粹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空方式。那你说叶联既然为不锈钢的一贯厂，而且它整个不锈钢的产量几乎占台湾市场的将近的50%，然后主力又是不锈钢热压跟冷压钢卷，然后内销70%，然后外销36%，为什么它的股价会这个样子呢？可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它的获利情况哈，你会发现它的获利情况呢是非常不稳定。那最主要就是它原料镍因素的影响。你看它前几年才0点几啊，遇到那个镍价比较大波动的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它才能跳到1块多到2块多。但是当镍价钱往下跌的时候，它可能也跟着往下跌，或者镍价太高，它没办法反应的时候，它的数字就不好。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去看这家公司的负债比，本业已经受了镍的影响非常大，可是它负债比又相对比较高，在6-7成的部分，这也是造就说它获利相对起来，就是说在赚钱的时候，它还要去支付比较高的利息费用，再加上目前的利率是看涨，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它在营运起来的时候，相对会倍感艰辛，所以就会反映到它的股价走势就是这样子。好，那你一定会问我说未来怎么走？照我教你的方法，因为它这次反弹并没有过所谓的末跌高，但是它过了1/2，但是它拉回又相对比较深，所以它后面的走势来讲的话，有2种走势，一种是呢后面就是盘涨或盘整，那另外一种走势就是说什么下跌 N 型再扩大嘛。好 ，OK， 那这就是叶联的部分。那你说那不锈钢这样子，那我上游到底要买什么呢？好，我跟各位介绍另外一档股票叫做龙钢，龙钢在前面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哈，它呢也是采取电炉生产。但是呢，它因为生产特殊钢为主，而且是做一些立基型的产品，所以它的电炉就会比较小，就小小的，跟其他的业者比较起来，它就是一个小电炉。那因为它是走立基化的产品，所以说产品别是相对比较广泛的。那所以说炉比较小，比如说这个是航太用的，我就开一个小炉；那这是电工用的，我就用另外一个小炉。所以它是以生产那个特殊钢为主。那主力产品呢，我们已经说过，不锈钢里面有分作所谓的平板钢跟长条钢，那它就是主力产品是在长条钢，也就是棒钢这个地方哈。那所以特殊相关的产品，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家公司。首先我们看一下负债比，它的负债比是不是就相对比较龙头叶联这个地方要来得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它的负债比控制在5成左右，也就是说5成到6成之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家公司做特殊钢，那因为它的用途比较广一点，那以它目前公司表示呢，目前的接单呢都已经到了2023年2月，在这么不景气之下，它的接单还算是满单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获利情况是不错的。好，我们看它的 EPS 的情况是不是在不好的年份，比如说2018年时候，或是2020年这些金融比较脆弱的时候，它还是赚钱的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价走势就相对比较强。它从
00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它做了所谓的1高，那2高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一个失败 N， 然后接下来做了3高，好回档，然后接下去就是要做了4高 ，OK。所以大家只要学会了技术分析，是不是很清楚了解？就是说它什么时候才会具有爆发性的成长？当然就是我们讲的突破新高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大的涨势。那在没有突破新高来讲的话，它这个只股票就是一个盘涨的格局。OK， 那以上呢就是我对于那个技术分析跟基本分析在不锈钢这个地方简单的介绍。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初级班就是概略的介绍不锈钢产业大概的状况，包括了基本面还有技术面的部分。那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欢迎你到部落格看我们的文章。那下个礼拜呢，继续介绍不锈钢产业，那就会介绍我们不锈钢中游的制造厂商的部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要忘了记得收看哦。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星期再见喽，拜拜。